Hello，大家好，我是跟我才一个比特币的老玩家。最近这段时间呢，行情虽然是有上涨，但是大部分时间都还蛮无聊的，所以我就想还是把饼干带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肯定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它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只很胖的狗，大家可以看得见吗？它现在它的整个身体已经这么肥大了，看得见吗？非常的肥胖。来打个招呼，饼干，来打个招呼。OK，这里不闲扯了，我们来说一下行情吧。大家可以看到图中这个黄圈吗？这个是我在上一期视频讲的时候跟大家讲说，等这一个4小时走完，就是这个黄圈这个4小时走完，如果它是一个偏向于多头的这样的行情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谈到 0.382， 对吧？原话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如果它是一个绿色的柱子，且它的量呢跟之前的那个空头柱子还不差上下，或者说更优势一些，就是这一根量我再放大一点，就如果说它的量跟之前的这个空头的量跟这个空头的量它们如果差不多的话，就这一根和这一根如果差不多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反弹到 0.382。当时应该也讲了一下，大概是41500、41600这样子。那今天的行情是已经反弹到了42200了从目前来看，多头呢是呈现一个在缩量的这样的情况的，但空头的量呢就更加的缩了，空头量基本上是已经就没掉了，就很像前一段时间多头的量，像这样子。像这里这种多头量也是一下子就没掉了。那我们根据自然交易理论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叫做结论吧。当时我们在看这个4小时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说，在等多一个4小时，我们为的就是看它在这个 0.236 的位置，它是否有一个足够的多头量能，就是绿色的柱子，能够让价格呢重新去回到这个 0.236， 甚至它有可能会回去 0.382 为什么呢？因为 0.382 是一个强引力位就像其实不用说太远，我们就看最近这段时间，那我画个线，大家就简单明了的就明白了。看见吗？就其实价格它一直会在这个位置去震荡，在 0.236 和 0.382 之间，它会这样子震荡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如果你去看更长一个时间的通道的话，你会看到很多，你比如这一段也是这样子，看见吗？然后这一段也是这样子，就是它会在0.382 和 0.236 之间反复的震荡。而在之前我看什么时候我有点不记得是哪期视频也有跟大家讲过，就是 0.5 这个黄色这根线 0.5 呢通常不会是长期就价格长期停留这样的位置，所以你们看到这个 0.5 就比特币在 0.5 的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停留很长的时间，很快的就到了 0.382， 继而再去到236，然后就在这个区间去震荡。这个我觉得有效性还是很高的，我认为它的有效性，就自然交易理论在这一块的一个诠释，或者说它对于我们判断行情的一个有效性，我认为还是非常的高的。那对于接下来的行情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刚才也提了一句，多头量能它有持续的在衰减，而空头量能呢是根本就还没有跟上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大家想象是有一个很强势的方，他有在去放缓他的进攻，但他相对的对立的那一面，也就是空头空头呢是完全没有表现出来他想要去进行一个强势的进攻。那我们现在看到是4小时的线就15分钟线，你可能可以看到一些空头的强势比如说在15分钟内会下跌 1% 这样子，但这种对于4小时来说它都微乎其微所以我认为接下来行情呢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就是也许多头会放着空头它落回到这个 0.382 附近其实这没有落多少0.382 就41600这样子，现在是4万，最高到42100，它可能落回41600或者41500吧，大概是这样的区间。
然后呢可能会是一个稍稍震荡的行情，因为多头有在缩量嘛，而空头红色的它会不会增量，现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盘面上看不出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号。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就是这一个4小时会怎么样。那这里也说一下，就有一些网友、有些观众，他有来问我说怎么样加入我的 Discord 的社区。我以为我已经在 Discord 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写得很明白，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没有看到，这是我的问题啊。所以我在这里说一下，就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用视频下方，比如说 Bybit 啊，或者是Binance 啊，或者是 OK 的这个注册的这个交易所的注册链接去注册就好。那对于你来说，你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得到一个折扣的交易手续费，或者是会有一些额外的赠金啊，当然也是在你入金的情况下，你就会有额外的一个赠金。只要你完成这些简单的步骤，你就可以加入到我的这个VIP 的 club 里面来。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时间周期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从48000跌到了39000之后呢，其实多头并没有去表现出来很强烈的这种想要所谓翻转整个局面这样的情况。虽然最近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一个斐波那契上升通道在走，这个通道已经用了2个月了，但并没有看到那种多头想要改变整个局面的情况。其实我们再看回现在整个宏观的一个经济面宏观的基本面，就是比特币的新闻已经少很多了。那些很劲爆的新闻，比如说一些世界名人他去就是口嗨去拉盘，这些他都没有了，包括一些机构，包括华尔街的一些东西都没有了。现在你去看，比如说看 Cointelegraph 这样的新闻，你可能够看到比较多，就是讲某一个币，像这个 GMT， 大家都知道最近是翻了很多倍了。那它这个概念也不错，就是你通过运动，然后通过跑步，你可以去赚币。这种概念，其实在上一轮的时候也有蛮多的但是这个确实这个项目运作的非常好，可能跟在 Solana 上面这个链的一个支持也紧密相关。除此以外呢，你看到很多可能就是跟比如说某一个链它的有哪些技术的一个迭代更新啊，或者是关于那个 Russia 关于俄罗斯的一些新闻，它会占据比较多的一个版面你像这里 Russia Tax 对吧，就说现在比特币在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可以去纳税的合法纳税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了，就类似这样的新闻会多很多。但这个就跟去年那个很大牛市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了。那个时候会有不断的有一些很大的爆点，比如说 DeFi 的爆点啊，或者是 GameFi 的爆点啊，就是它会是一块巨石丢进了湖里面，然后溅起的不是说一点点水花，而是巨浪这样子。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了。而我在自己说回，比如说我 Twitter 上面，像我关注的可能也是因为我关注的人的问题，就我关注了很多的小姐姐，基本上都在讲 NFT 讲 NFT， 然后 NFT 的整个玩法，我也有一些感觉就是从一开始一个 NFT 很贵，到后来 NFT 慢慢变得便宜，再到甚至 NFT 免费，然后去吸引大家进来去持有它，通过持有然后慢慢的去增强影响力等等，就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变种的玩法都在默默的这样子去发生。总的来说就说了这么多这种基本面的宏观的东西总的来说就是我觉得市场的这个整个热度还没有怎么恢复，还没有，就跟去年比的话，那是真的差太多了。大家看一下月线就知道，大家看月线就是这几个月的量都在这里，而去年热的时候量都在这里，基本上是一个腰斩的情况。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你可以理解为整个市场里面有一半的人，甚至一半多的人都没有再去交易比特币，没有再去更多的买入，或者是更多的卖出，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该叫换手吧，就是我的给你，你的给我，这样已经降了很多了。那我觉得呢，就从宏观来说，我觉得呢这种周期在币圈不会太久。通常来说，我所经历过的，就比如说上一轮在上轮就2轮吧，这2轮的话呢，基本上这样冷静的周期比较平淡周期，也就是1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
应该很快了。比如说，如果我们定义为去年开始变降温的时候是去年的7月份啊，现在看的图表是比特币在这个Binance 就是币安的这个图表，去年7月份的时候是降了很多，那到现在的话已经快有1年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再过1个季度或者2个季度，市场就会慢慢的复苏，到那个时候肯定会有一些新的概念、新的增长点出来，或者新的技术的突破啊等等。像 Stephen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啊，就是 GMT 是个很好的案例。也许将来更多的这个落地的应用场景，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场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生物的这个能量去转化成币的价值，就这种可以想象的空间非常的大。OK， 今天视频我就先讲这么多，可能闲话也说的比较多一些，希望大家不要介意。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视频点赞、关注我的频道以及转发给你的朋友圈，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的 Discord 社区。就这样子，拜拜。